我最近特别怀念小时候吃的那种香辣小鱼干，但市面上卖的这么多年，基本上口感和味道也没什么变化，多少有点吃腻了。所以我买了500斤满籽的多春鱼，我打算用麻辣小鱼干的做法，把这玩意儿做成可以空口吃的小零食。这鱼肚子里全是籽，想想做完就特别好吃，但就是收起来有点麻烦。每条鱼都需要处理干净它的鳃和内脏，而且没有任何工具，只能徒手干。然后要命的是还不能手抖，要是但凡给这苦胆掏破了，那可就全完了。主要我们试了一下，要是这苦胆没掏干净就开始做的话，那这鱼做出来恐怕是要比我们的命还苦啊。这些鱼我们一共收拾了2天，为了吃的时候口感好，我们把鱼尾和鱼鳍也都剪掉了。但是因为它不能开膛，里边其实还是有好多黑膜是没处理到的，所以在去掉内脏之后，我们还需要给它反复头洗，然后再充分的抓拌腌制。这么处理完的鱼基本就没什么腥味了，就甚至晚上我想拿2条去喂猫，我家猫都嫌那鱼没味儿啊！妈，这活干的可真是绝了。然后这些鱼我原本是打算先风干再卤制，但风干的实在太慢了，我就决定都用油炸了。正好这2天天气不错，炸鱼的时候用我新入手的 OPPO Reno 10 Pro 加给大家拍了几张照片。这手机拍照特别绝，尤其是长焦拍人，它的超光影长焦镜头会让主角感更突出。好人像选 Reno 真不是白叫的，而且 OPPO Reno 10系列全系标配长焦镜头。现在到店体验 Reno 10 OPPO 老用户还可以免费贴膜。然后这多春鱼炸完真的巨好吃，尤其是趁热蘸点椒盐，那吃着可真是太香了。关键是还不用吐刺儿，我们这一天连吃带送给邻居，整整干没了1满盆。当时一度给我吃的特别上头，真的要不是家里冰箱没地方啊，我都想连夜再去买500斤，重新开始收拾了。最后把炸好的鱼放到我们提前熬好的卤汤里，充分浸泡就可以了。它现在是先麻后辣，还微微带点甜，而且因为猛火炸过，鱼头是酥脆的，鱼肉也特别紧实。最要命的是这个鱼籽真的特别入味，而且越嚼越香。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小鱼干在家吃总觉得差了点感觉，所以在我苦心思索之后，我们就近买了一般最慢的绿铁皮，然后还带上了10几罐小皮皮。我仨就这么小溜的干游了一整天，这回感觉就全对了。我甚至觉得这鱼干拿到火车上吃跟在家吃的完全是2种食物，这事儿谁懂啊，家人们。我最近特别爱吃小龙虾拌面，但是这玩意儿每次做都是折腾半小时，完就吃5分钟，所以我打算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做点小龙虾浇头，这样以后想吃就不用现做了。然后为了能省点事儿，我刚开始想用现成的小龙虾肉，但是这种肉吃着特别面，就直接让我放弃了。后来我还买了好多种龙虾尾，不过虾尾不管怎么处理，做完了都有很大的腥味，所以它也不能用。那么好啊，既然条条大路都不同，那不如直接走老路。我们赶着早上5点半市场刚开门的时候，去一只挑了400斤活的小龙虾回来。到家之后，一人一个小板凳，咱们放下杂念，直接进入生产队。这些小龙虾刷完之后，我们就直接都给炸了。我的想法是趁它活的时候先炸，炸完了再去虾线，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虾肉的紧实。不过这么处理起来就麻烦了很多。这400斤小龙虾，我们8个人分解了2天才分解完。我感觉我活到现在，拢共都没吃过这么多小龙虾。那后来干的，给手指头都缠上膏药了，真是肿的没边了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不光保留了虾肉和虾钳，脑子里的虾黄我们也都抠下来了。虽然很多人说这玩意儿不能吃，但鉴于我们的生命难度，我的理念一直是我只管今天吃的香啊，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那是明天的事儿。收拾完这些虾，可算能消停歇会儿了。我们打算小酌一口冰白酒解解渴。这泸州老窖特取的冰饮白酒真的特别绝，酒体清澈透亮，喝起来口感冰爽醇和，绝对是浓香正宗的中国味道。这冰白酒每年夏天我们都得整2口，尤其天热的时候，那滋儿漏一口真是特别舒服。然后这些小龙虾肉，我们打算做成2个味儿的浇头。蒜蓉味的，我们整扒了40斤蒜，然后炒了一大锅蒜蓉酱。这现在空口就馒头都特别好吃。香辣的是用虾钳煮的底汤，所以这汤有特别香的虾味。就这些小龙虾呀，在我手里算是彻底给他们用到头了。最后要把虾肉分别放到2个汤碟里，再烹调一下。为了吃的时候方便，我们提前把芡都勾好了。现在这香辣味的是麻辣鲜香，特别入味，蒜蓉的也是有特别浓郁的蒜香味，就连这虾钳嗦了起来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就把所有东西都打包了，现在只要有手
在家只需要2分钟就能吃上这么一份味道浓郁的小龙虾拌面和拌饭。但是这么算下来，这一份浇头光食材成本就要合到80块钱呢。不过这种在小龙虾里找面吃的感觉实在是太爽，尤其是晚上饿的时候，要是能迅速的吃上这么一份大碟，我的天，我必须得说上一句虾门永存。和400人一起去露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做了一个以物换物的露营活动，我们打算做300斤酸梅汤和600斤周黑鸭去和大家交换食物。不过计划的挺好的，做的时候却遇到特别多的意外。先是因为下大雨，导致酸梅汤的原料送不到了，我们后来跑了半个哈尔滨的中药店才把这些东西都买齐。然后准备熬汤和洗鸭货的时候，家里又停水了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搬着这700-800斤东西去我妈家求救。结果刚收拾了2个小时，这边又停水了。我当时看着那水龙头，我都快哭了。我寻这也不是本命年呢，怎么能他妈这么背呢？所以后来那几天为了抢时间，我们基本就没怎么睡过。但是要命的是，这2样东西做起来它就急不得，因为酸梅汤是用砂锅熬的，只要但凡大点火，那就得漏得跟花洒似的。然后鸭货也不能急，因为每种鸭货的时间和火候都不一样，就只能一锅一锅干。我们前后一共卤了50多锅，为了入味卤完又泡了一宿。不过过程虽然折腾，但东西做完了还是挺好吃的。这酸梅汤合成本9.5块一瓶，喝起来味道特别纯正，鸭货卤的也特别入味，味道真的很像周黑鸭，但就是做的太慢了。后来打包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出发前的最后6小时了，就看着那倒计时都要给我急死了，急得我只想上厕所，但是却一滴都尿不出来。真的，我上一次出现这种生理反应的时候，是我高考那年以为自己答不完卷了。然后早上4点多天刚亮的时候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带这么多东西出门，多亏了这家庭6座豪华 SUV 理想 L8了，超大后备箱特别能装，而且还有大床模式，玩累了可以直接躺着用3屏联播看视频，这也太爽了。露营模式还能对外放电，这绝对是家庭首选了。欢迎狗送乘坐副驾，希望驴们露营玩得愉快。到这之后，我们把天幕支上了，就开始等着大家来了。我们这个活动的规则很简单，就是哪怕只带一块口香糖来，也可以换走一份我们做的吃的。其实这个活动有且只有一个参与门槛，就是玩的高兴。不过来的朋友们真的都特别热情，有带狗的，有骑马的，有带200个烧饼的，还有带300杯奶茶的。好多朋友还带了自己做的吃的，都特别精致。就这么一比，我们几个好像就是个废物。然后还换回来好多有趣的东西，从英国来的 CD， 从沈阳来的鸡架，从旁边河里现打的鱼，还有这过2天就要结婚的喜糖。而且大家玩的也特别高兴，分别组成了流水的麻将局、狼人杀局，还有永不散场的酒局，还有好多从头到尾一直热心帮忙的朋友们，真的特别感谢。所以陆续我们就把交换局做成分享局了，把所有吃的都给大家分了。后来我看情绪到了，我觉得是时候邀请大家喊出那句夯实的口号了。狗送我最近特别好奇那种细如发丝的龙须酥是怎么做出来的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糖，我想在家体验一下这个过程。然后做之前我看了一宿教程，我当时感觉我厉害透了，甚至我觉得这玩意儿都没有小时候翻绳难。结果干上之后，那翻车都要翻出花来了，那糖不是熬软了就是熬硬了，甚至有一呆我那糖拉着拉着还给我弟头发粘一起去。好家伙，正值正月他头发赶上这么大个结，这事儿我想想都替我爸感到后怕呀。后来在做的过程里，我们一直在失败，甚至一度熬糖的速度都赶不上我们失败的速度了。关键这玩意儿它没法通过结果倒推过程，就是失败了之后，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而失败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知道错了，但不知道错哪儿了。后来我去问了问我姑，我记得她2年前就做成过，她在一些细节上帮我们进行了校正，同时让我明白了很重要的一环是拉糖时候的温度。这个温度虽然没有具体数值，但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给它具象化，就是拉糖的时候，只要它足够把手烫得通红，那这事儿基本就成一半了。然后随着越来越成型，我们就打算去挑战超大份的了。做之前打算先补充一波体力，就喝了几个特仑苏早餐奶。这奶是我最近在淘宝囤的，最近他们百亿补贴活动，这一箱到手才30多块钱，比平时买便宜20多，我直接囤了3箱。现在去淘宝搜淘宝百补123，或者点左下角就能看着。还有好多数码产品也全网低价，价格贼合适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但是这大号龙须酥拉起来可比小号难多了，很多环节都是亮面产生了质变。而且我发现多人一起拉糖，考验的其实不是默契，而是情感。那干的时候我仨都快毕业了，我当时就觉得有些老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这3个和尚凑一起呀，他果真是没水喝呀。
后来我们在长达30多个小时的失败里边，终于找到了一些技巧。这回拉完之后，那龙须酥真像比头发丝儿还细了。然后为了好吃，我们还加了点坚果碎，这吃着跟小时候在街边买的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过想想也挺神奇，平时我都是看人在夜市拉，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居然自己在家也能拉。后来其实我又尝试了很多次，我试图能找到一些可以量化的标准，但成功的概率非常低。所以最后我总结为，只要不是老师傅干这个，那想成功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撞大运。而且这个东西吧，其实不太适合在家做。我们做完了之后，那屋里跟喷过灭火器似的。完了晚上洗澡的时候，居然还洗出一身欠来，你说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个。